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坚持参加庭审吗？网上那些人都说我是勾引不成，想要钱，但我不是。我要亲眼看到他承认，犯罪的是他，不是我。我不该受到网上那些骂声。好，那我们就按你参加庭审。我们来谈啊，首先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，你在对警察、对公诉机关，包括对我，所有案情的陈述，都是客观事实吗？康律，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啊？那天对方辩护律师去你家，他问你案发当天在酒店洗手间里面他见到你了，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他为什么这么问你？我没想到这世界会这么小，会有这样的巧合。他也去参加了婚礼。对，他也去参加了婚礼，而且他还看到了些什么。据他所说，你的陈述有一部分应该是伪真相，与事实不符。如果在出庭那天他提出了对你非常不利的，而且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内容的一些证据，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？张毅，我是来帮你的。你如果不愿意告诉我，不愿意跟我说出真相，可能你有你的理由，但是我作为律师，我有必要提醒你，诬告、陷害，那是严重破坏司法公正的行为，会被追究起刑事责任。我没有诬告陷害，他就是强迫我了。我是对他有好感，但他辱骂我，试图侵犯我，根本都不尊重我。他这么对我，我一定要在法庭上亲眼看到他受到惩罚。有一个概念我不能混淆啊，你告他，是因为确认他有强制猥亵的行为，而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。我确认，我说了不，但他还在继续。好，那我们回到刚刚那个问题，你告诉我，那天在洗手间唐律见到你的时候，你做了什么？在卫生间我能做什么呢？当天人来人往那么多，我具体做了什么，我肯定记不得呀。这件事情对我伤害很大。康律，你是来帮我的，你刚说了。是的，我是来帮你的，帮你是我的职责，但是我依然有必要提醒你，在法庭上问你的每一个问题，你都要经过认真的思考，如实回答，绝对不能撒谎和编造事实。我说明白了吗？你这是为了弥补你的重色轻友、弃我而去吗？确实是我的错。戚文先生每天跟你这么腻歪，不会是跟你谋划着要三胎的吧？齐文说过，不会强迫我的。这古今中外的豪门啊，对拥有男性继承人的执念是一致的。快开庭了。每次这个时候啊，我会有点兴奋，但又有点紧张。就这种挑战和征服的感觉，我是最享受的。这也是我们作为律师最高光的时刻。之前我也是这样的感觉，只不过这个案子吧，明天会发生什么还不确定呢。但毕竟，这也是我能找到的所有证据。有时候，证据能证明问题，但不一定能解决问题。我一直很欣赏你面对案子的态度。既然你尽了所有的努力，其他的就交给法庭吧。来，唐莹莹律师 ，Good luck。既然你坚持要本人出庭，
那就勇敢的面对吧。但你必须要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。我可以。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审理被告人史丽强制猥亵罪一案，请辩护人发表质证意见。被害人在第3次的询问笔录中说，在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，由于喝了很多的酒、醉酒、意识不清，才导致的他无法进行反抗。但是我方证据显示，被害人在被劝酒并且将酒偷偷倒掉的时候，在这一刻他的意识是非常清醒的，而并非他口中所说的意识不清。这与其对警方的陈述并不相符。具体证据，我方将在后续的辩护人举证中出示。质证环节结束，被告人有没有证据向法庭提交？没有。请辩护人举证。我方的视频证据已于庭前交给了书记员。少一点。证据1是事发当天婚宴上的视频。证据显示，被害人在案发当日饮酒非常克制，所以被害人当日并非处于醉酒或者意识不清的状态。请公诉人发表质证意见。公诉人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。被害人有没有什么意见？我请我的代理律师发表。被害人的代理律师有没有意见？代理人有3点意见。第一，这段视频只能证明被害人当晚喝酒非常有节制，清醒的倒酒，不能证明其案发时间或整晚都处于清醒状态。第二，此视频不能证明被害人当晚到底摄入了多少酒精量，而且每一个人对酒精的耐受度是不一样的。第三，酒精摄入量的多少和被害人是否被强迫无关。辩护人，请继续举证。证据2是2人微信语音的聊天记录，我方也已经做了视频的光盘。播放第2张光盘。在忙吗？怎么不回消息？有应酬，有事吗？你上次让我帮你找的英文原版资料找到了，想去送给你。太晚了，不打扰你了，改天我再找你去。你的事多晚都不算打扰。这个内容证明了2个事实：第一，2人并非不认识；第二，2人私下的交流是非常多的，并且在事发前的2个星期内多次相约见面。但是在张怡提供给警方的陈述当中，张怡声称2人并不熟，没怎么见过，这与视频聊天内容并不相符，所以张怡的证词不具备真实性。请公诉人发表质证意见。关联性不予认可。被害人有什么意见？没有意见。被害人代理律师有什么意见？没有意见。辩护人继续出示证据。下面请求播放第3条视频。Hello， 我是你们的主播好友佳一。在繁华的闹市里呢，这个视频是一位网络自媒体主播在直播时无意间拍到的画面，我们已经对关键部分做了放大声音的处理。据说啊，这家婚庆公司呢是新人们的首选之一。来，我们来张自拍。石丽，我是不是你女朋友？我是不是你女朋友？这个视频则证明了第3个事实：被害人对于和史丽发生亲密行为这件事情是有预知、预判，甚至是有主动行为的。审判长，辩护人请求对被害人提问，请法庭准许。准许发问。张怡，你是在清醒且自愿的情况下跟史丽主动走进房间的吗？是的。根据你向公安机关的陈述，你说你们2个一走进房间，史丽就拉着你坐到了她的腿上，是吗？所以，
你在和史力亲吻的时候，是谁主动靠近的谁？如果你不想回答，可以拒绝。请回答。我记不清。记不清的意思是说，你记不清自己是否有明确的主动靠近史力，是吗？反对。辩护人在诱导时发问，请合议庭制止。辩护人请注意发问方式。好，我换个问题。那请问是史力主动亲吻的你吗？你好漂亮。是他主动亲的我。所以他拉着你坐在椅子上亲吻的时候，你有反抗拒绝吗？史力，没有。在你的笔录中说，之后你们二人调整了彼此的位置，变成了你躺在沙发上，然后史力压在你的身上。在这个变换位置的过程当中，你有反抗拒绝吗？我没有拒绝。那你是在什么时候、什么状态下表达的你不同意再继续你们的亲密行为的？他突然骂我，骂得很难听，我让他停下来，但他还是抓着我的手，禁锢着我。他用哪只手禁锢的你？双手。你在询问笔录中陈述说，他用手禁锢你的时候，同时用手捂住了你的嘴。如果他是用双手禁锢的你，那么请问，他是如何捂住你的嘴的？我不知道，请你向合议庭明确，到底你哪一次的陈述是真实的？我说了我不知道，我真的记不清了，我整个人都是懵的。我当时我根本顾不上他是一只手还是两只手，我不知道。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慢慢说好吗？冷静。那你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离开的房间呢？我哭了，我让他停下来，但他好像根本听不见我在说什么。然后我推开他，离开了房间。从你最初的表达反抗拒绝到史力放开你，这个时间持续了多久？我不知道。多久？大概6、7分钟。你说你是在听到史力辱骂你之后才开始表达的拒绝，那么从进入这个房间开始到史力辱骂你之前的这段时间，你都是自愿与对方发生亲密行为的，是这样的吗？我反对。辩护人在用诱导式发问，而且这个问题与本案判定的强制猥亵行为无关。审判长，这很重要。在张怡认为他受到史力的辱骂和他决定反对这一刻之前，张怡对于二人发生亲密行为是否是明知且同意的，这对判定史力的动机和主观故意非常重要。辩护人可继续发问，但要注意发问方式。我换个方式，张怡，如果史力没有辱骂你，你是否愿意与他继续发生亲密行为？如果他没有那样骂我，我可能不会推开他。之前我是对他有好感的。审判长，我没有问题了，我的问题问完了。法庭调查结束，控辩双方刚才发表的质证意见，本庭已听清楚并记录在案。下面开始法庭辩论，控辩双方应主要围绕定罪量刑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进行辩论。在法庭调查中已经发表的观点无需重复。被害人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我可以请求
休庭吧。今天开庭到此结束，下次开庭的时间另行通知。休庭。你先去车上等我吧。好。康律这个时候不去安慰你的当事人，是有什么指教吗？没想到啊，你的手段真的是杀人不见血。我工作的流程合法合规，我提交的证据真实有效。如果你把这称之为手段的话，我认为你用词不当。在庭审现场，你以那样的方式逼问细节，觉得合适吗？这里是法庭，又不是幼儿园。一场官司，输赢背后不仅有律师的良知和底线，还有公道和人性。决定一场官司走向的，应该是提交给法庭的证据，而非你口中的良知。况且你口中的良知，难道不应该建立在事实而非谎言的基础之上吗？你维护你当事人的诉求和目的，我维护我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，不择手段嘛，可以。你没有吗？康律，在你的人生当中就没有过为了赢得一场官司而不择手段的时刻吗？没有吗？张怡涉嫌诬告陷害罪，我方会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，你做好准备。康律，康律，那个，康律，我女儿不见了。我们一直在外面等他，他出来以后就说要上洗手间，把手机留在洗手间，人就不见了。别急，别急，想办法联系他。师傅怎么了？张怡可能要出事儿，应该还没走远，去附近找找。好。别录了，别录了，安静一点。哎呀，这么年轻的小姑娘，失恋想不开呀。谁说不是啊？听说啊，她就是网上那个要告人家还讹钱的姑娘。哦，她呀，我也听说过。她再怎么想不开，也不能跳海啊。是啊，别碰她，问题好好解决。这么年轻多可惜啊！就是。喂，张怡在跨海大桥要跳海，我在路上。知道了，现在过来。张怡，张怡，别过来！你们赢了，我认输。张怡，官司还没打完呢，不着急也不至于啊。我收药了。你说的对，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我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我就是咎由自取，自作自受。我现在只想结束这一切。康律，谢谢你一直帮我。张怡，你才26岁，你的人生刚刚开始。哎呀，你别说这些套话了。张怡，我知道你喜欢冰岛，喜欢极光，我知道你想去看全游里长城之外的北境。我告诉你，这些地方我都去过，风景真的很美，你不去你一定会后悔的。那是世界的尽头了吧？我好像
也要走到尽头。不是，那怎么是尽头呢？你才26岁，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你想想你喜欢的香椰拿铁，你想想你喜欢的白玫瑰，还有雨后彩虹，你想想。师傅看了张毅的微博，我也想去看世界，可是我被困住了，我走不出去，我走不出去。救援队准备完毕，强儿什么情况？家人还在过去的路上，他律师到了，正准备过去沟通。听好了，所有靠近桥边的人员都要做好个人防护，听到没？好的。快！让一下，后面是交警。一儿，妈妈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！妈妈不怪你了，你快下来，别做傻事！你是妈妈这世界上唯一的指望了，小姨。对，张姨，你想想你父母，你跳下去了，他们怎么办？闺女，下来吧，爸。张姨，把手给我，张姨，给我。给我！你看，这爸妈都来了，这姑娘多让家人担心呀！快下来吧，姑娘，不管什么事儿都没有活着重要。哎，别拍了，就是别拍了呀！这会儿还拍什么呀？安静点，别说了，交给我们处理好吗？张老师，这段时间你暂时先不用来学校。你就不替别人去想想了吗？爸爸，对不起。只是皮肤组织挫伤，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。这是冰袋，等他醒了给他敷一下。好的，谢谢医生。哎。醒了，介绍一下，我是负责此次救援的救援队队长，我叫方维安，是我把你和那个女孩救起来的。那个女孩还在昏迷，你受伤轻一点。方队长，没有失忆，说明脑部没有损伤。不过你刚醒，还是要多休息。我帮你冰敷一下伤口吧。律师跳水救人，我还睡啊？第一次见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全网都知道了。英雄律师，躺下歇会儿。师傅。
这个冰敷还要敷多久啊？多敷一会儿，有助于消除。那你好好休息。嗯。好点吗？嗯。说心里话，能做到你这种程度的律师，我第一次见。能跟你成为对手，我很荣幸。彼此彼此。要不是咱们俩共同经历了这件事儿，说不定咱俩还能成为朋友呢。对，我相信。律协的电话。喂，你好。好的。我一定尽力配合。好。怎么了，师傅？有人去律协把我投诉了。谁啊？安静点，大家请安静点啊！这里是医院，大家请不要大声喧哗。哎，这里不能拍摄，这里不能拍摄。康律师来了，配合一下好不好？康律师，请问张一为什么自杀？当事人是因为不堪舆论压力影响吗？唐律师，有人举报你，作为施某涉嫌强制猥亵案件的辩护律师，有涉嫌违反律师职业规范的行为，你有吗？没有。代理案件的过程中，你有没有引导委托人制造对被害人张某舆论不利的行为？没有。康律师，你觉得自己是一名好律师吗？我是一名尽职尽责、全力以赴、依法为我的当事人争取最大利益的律师。他在等你。你喜欢白玫瑰，是因为她的话语是爱情承诺吗？以前是，现在不喜欢了。张一，那天在法庭上，我想跟你……唐律，我还没谢谢你救了我。你用不着谢我。你能醒过来，是因为你自己没有放弃。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当然。你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？我想听你亲口说出实话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的确没喝醉，但我问你，我没醉，就代表着我要承受那样的侵犯吗？我是考虑过跟石丽谈恋爱，但那就代表他可以以此为名对我为所欲为。你好漂亮。
我努力读书、考研，好不容易有了老实的工作，能在深圳站得住脚。我努力把自己伪装成一个体面人，我攒了几个月的工资，就为了买一双上万块的高跟鞋。可你信吗？上万块的高跟鞋不会比300块的鞋更舒服。那双鞋我就穿了2天，脚后跟就都磨烂了，但我就是要穿，因为我知道一双好鞋它能让我走得更远，所以我维持着表面的体面，但是在看不到的脚上流血流脓的伤口，那才是真实的我。认识实力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我眼中的奢侈品，不过就是人家的日用品。那样一个年轻有为、斯文有礼的青年才俊，我想当他的女朋友。我这个时候想的可能很可笑，很现实，但是他有罪吗？最让我痛苦的是，我是真的喜欢他，但我的真心被他践踏。我当时只是想让他付出代价，这就是你一直追寻的真相，唐律师。我想尽快结束这一切。那个女孩想了吗？有时间的话，喝一杯庆祝一下。但我的真心被他践踏，我当时只是想让他付出代价，这就是你一直追寻的真相，唐律师。我想尽快结束这一切，帮帮我，行吗？相信我，明天会好起来的。我曾笃定这一切都是张毅精心编排的戏码，偏执地追逐所谓的铁证如山的真相，却残忍地忽视了戏幕背后那个蜷缩在受害者阴影里的灵魂。实力案如同一面镜子，当我高举3组证据，筑起坚不可摧的无罪堡垒时，却忽视了镜子的另一面，恶正蜷缩在镜子折射的死角，以不易察觉的姿态暴露出其狰狞的本质。看来我必须重新审视，该如何在冰冷的法律条文与滚烫的人性之间，捕捉那道温暖的光。一审判决，被告人史立犯强制猥亵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年，缓刑2年，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。石丽已经回家了，您不打算回去陪着她吗？那女孩怎么样？抢救回来了，多亏是没出什么事儿。如果她就这么死了，这后半辈子咱们谁都别想睡个好觉了。我知道，
作为女生，她损失了什么？不管怎么样，案子总算是结束了，对方呢也只要求了一个象征性的赔偿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她确实应该得到一笔真正的赔偿。这件事情拜托你了，无论多少钱。你给外界的印象总是刀枪不入、专制强势的女强人，其实在这钢筋铁骨的背后，也有着别人看不见的柔软。唉，其实孩子才是妈妈的软肋。石丽真的应该好好的反省自己，她永远不会出现在艾娜集团了。史丽跟我说过，她这么多年的努力，就是为了接手艾娜集团。可是恰恰是她自己亲手放弃了这个机会。我不会把我毕生的心血交给一个有污点的人，尽管都是我亲生。是，成年人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也感谢任总相信我，这个案子我也学到了很多。回去告诉你的当事人，我不相信他在道德上的自信，只有价格才能让他真正的老实。回头他再想犯事儿的时候，想想这7位数的代价，他就老实了。你放心，已经在过合同了，事实清楚，赔偿金额应该没问题的。张一出院了吗？对，他已经回去休养。协议带了吗？谈成条件了。赔偿金额怎么是空着的？这难道不应该是双方协商后确定的数字吗？现在协商，写个数吧。哦，这是你想替张怡争取的金额。对。我给的是艾娜的底线。我代张怡谢谢你。那我有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要帮他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？协议填好之后发邮箱给我。再见，康律。再见。不对，应该是再也不见。再也不见。唐律，明天会好的。站在人海的中央，无从抓住的过往，记忆在循环，心却空旷，寂静着从夜晚数到天亮。站在人海的
曾抓住的过往，记忆在循环，心却空旷，寂静着从夜晚数到天亮，走入人海里流浪，心在潮汐里安放，记忆的海洋倒映出星光，深的夜就不会无法抵抗。听天空的独白，擦拭云上的尘埃，雨在冲刷我给的信赖，伤害不该逍遥法外。听天空的独白，别让心燃尘埃，拧干了你潮湿的存在，变凉带着伤害的爱，在天空之外。我在人海里跌倒，为这场关系松了